好，各位好，我是 Tim，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。那今天的视频没有这么硬核，因为就像我在今年年初视频里面说的，除了做影视方面的硬核视频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来和各位分享，让各位更加了解我们一点。所以今天我决定来和各位讲讲我自己在生活中最常用的6种科技产品。第一个就是所有人使用最频繁的科技产品——手机。那我目前使用的手机是 iPhone 12，是2个月前换上的。在这之前，我使用的是一台小米8，然后再之前是一台 Google Pixel 2 XL。那实话说，之前这2台手机都非常不错，只是各自都有一点问题，让我最终选择换了手机。Pixel 2 XL 本来我超级喜欢，尤其是它的相机，无论是动态范围还是细节，还有色彩，都是我很喜欢的。只要稍微处理一下，你就能够得到很不错的照片。但是因为我经常手滑，最终摔坏了 Pixel 2的这个内屏，所以我就选择让它下岗了。在换上小米8以后，我最想念的就是 Pixel 的相机了，因为差距确实很大。我个人不喜欢小米8相机的美颜还有过度处理。那除此以外的话，我没有特别想抱怨的，只是当初我买的是64G 的小米8，很快就满了，我就换成了128G 的 iPhone 12。那屏幕方面，12我个人觉得没有像网上说的这么恐怖。我觉得黑边不干扰我使用，屏幕没有 1080P， 我觉得是听起来比看起来更难受。在使用过程中，我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屏幕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。倒是手机的续航我感觉非常长，经常是用了1整天，然后到家还有30%多的电。然后就是这个相机，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用的是小米8，等到我用 iPhone 12拍照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那你手机拍照什么时候已经这么强了？实话说 ，iPhone 12拍的照片确实非常棒，哪怕在需要高感的情况下，也能保留下不错的细节。人像模式虚化也很舒服，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抽风一点，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得不错。你现在甚至可以调整光圈，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功能。我个人觉得 iPhone 12的人像模式其实是优于 iPhone 10S Max 的，因为是广角，在透视比较强的情况下，又具有景深，视觉上的观感我觉得会好上很多。再就是视频方面，这个我有机会再来单独介绍，只是我可以说 iPhone 12的 4K 配合上一些软件的辅助，可以实现非常惊人的画质。所以总的来说，我对 iPhone 12还是非常满意的。除了稳定性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我的手机这样，经常会重启，然后呼出 Siri 以后就会假死，这个实在让我非常蛋疼。我可以演示一下，我现在按住 Hey Siri， 告诉我时间，你看它就假死了，现在是下午4点，就屏幕就不会亮了。这个让我非常难受，我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遇到一样的问题。你看，打不开了。第二个我的常用设备就是笔记本电脑。我对笔记本电脑的诉求其实就只有2个：轻薄、比较高的性能。这2者非常矛盾。那我目前使用的电脑是雷蛇凌刃的14寸2017版，搭配了 GTX 1060、i7 7700K 16G 的内存。这个是我当时在美国的黑色星期五请我朋友帮忙买的，我记得9800块钱就买到了，所以算是得到了一个便宜。那我个人对于凌刃的印象其实还是很不错的。我听很多人说有品控问题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品控问题，除了上一代的凌刃有一点风扇的问题。那这2年下来，我用凌刃做了很多的片子，比如给 OPPO 剪的那个片子，有大量的 RED 还有 BMPC 4K 的 RAW 素材。那可能很多人以为 RAW 剪起来会很卡，其实你只要把反拜尔的解码分辨率拉下来，你就能够获得非常流畅的剪辑体验。那甚至你用这个笔记本也能够剪辑。凌刃让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有雷电3的接口，这样可以让我快速接上公司的硬盘阵列来传输数据，或者说接上一些雷电3的设备来使用。那至于为什么我不用 Mac， 主要还是因为系统我不是很习惯，然后再加上电脑本身也比较贵，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。那对于雷蛇，我的抱怨可能就是散热。当你负载加大的时候，它的发热还是非常感人的。我现在其实也差不多到了换笔记本电脑的时候。如果说各位有轻薄高性能笔记本电脑推荐的话，欢迎写出来，我会参考购买的。第3个设备也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移动硬盘。那对于我们这种经常外拍的人，总是会需要在宾馆剪片，所以硬盘就显得非常重要。那机械硬盘的速度不足以支撑我进行剪辑，所以我现在常用的移动硬盘都是 SSD 硬盘。那目前我用的主要的有2款，一个是 G Technology 的 Mobile SSD， 还有一个是三星的这个 T5 的 SSD。那这2者我们都买了2个 T， 小项目的话就够用了，大项目的话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会感觉很吃紧。那其实你看这2个硬盘的磨损，你就知道哪个我用的更多一些，就是这个 G Tech。在17年的时候我买了 G Tech，而 T5 则是在上个月买的。
那说真的，使用感受上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，因为无论是速度还是安全性都很不错，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。但是每次拍摄完成，我还是会习惯性的在睡觉前把所有在 SSD 里面的素材备份到一个机械硬盘里面。那机械硬盘我用的大多数都是西部数据，也有一小部分是希捷。我给各位的建议就是一定要给硬盘排序还有命名。像我过去就是因为没有养成习惯给机械硬盘来命名，导致我现在寻找早期的那些素材就非常麻烦。第4个科技产品对我来说算是我的生命维持器，那就是耳机。我是一个非常需要音乐的人，很多时候我都会希望戴上耳机隔绝一下世界，放松一下。尤其是现在我有很多时间会花在出行上，耳机就变得非常重要。那目前用的耳机有2副，一副是我在剪辑时候使用的监听耳机，拜亚动力的 DT770 Pro， 这个耳机已经跟了我接近4年了，监听效果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我会推荐弄一个声卡来推这个耳机，这个以后再说。反正我用这个耳机已经剪了很多片子，到现在这个耳机已经快报废了，你看这个接口已经弯成这样。然后就是我日常使用的耳机了，除了有时候我会用一下 AirPods， 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会使用这一副耳机，这就是 BOSE 的 QC35 Mark II， 算是我的真爱。BOSE 出名的一点就是它的降噪能力，我相信如果你用过降噪耳机，你就会很难脱离它，尤其是在飞机上，戴上耳机以后，你就可以隔离掉各种噪音，美美的享受你的音乐或者睡觉，极大的提升你的出行体验。在嘈杂环境下，我也会选择用它来剪片，我有时候甚至就直接戴着耳机不开音乐来帮助我自己专注。虽说音质比较一般，但是整体的感觉真的很棒，这是我觉得我花的最值的一笔钱。QC35 我最大的抱怨其实不是音质，而是这个充电接口是 USB Micro 的，这意味着我出行要带3种线， USB-C 来接硬盘， Lightning 来接手机，以及 USB Micro 来给耳机充电。第5个设备是智能穿戴设备，那我现在用的是我上个月刚买的苹果手表4代 GPS 版本。那我觉得我的心理变化是这样的，一开始看了不少广告，觉得这个手表绝对是我生活中的必需品，然后我被种草，咬咬牙买了一个，戴上以后第一天觉得哇，确实好棒，第4代的苹果手表全面屏，能打电话，很酷。然后5天以后我就觉得我买这玩意到底有啥用，好像我除了看时间也没有用到什么带劲的功能。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后悔，我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一个手表。然后又过了1周，我发现这个手表上面的健康 app 其实非常有用，经常会提醒我站一站，或者说运动一下。然后我也会不由自主的去尝试每天把这个运动的圈圈给合上。我就渐渐的发现这个手表让我生活的更加健康了。有一个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苹果手表经常会提醒你呼吸。这个听起来很沙雕，但是我觉得花1分钟深呼吸确实挺有用的，帮助我减少了不少压力。那我最近又买了2个 app， 一个是 Things， 也就是所谓的每日计划，还有一个是 Water Drinker， 提醒我每天喝水。这2个 app 我觉得都非常不错，尤其是 Things 让我养成了记录任务的习惯，这样我每天可以很高效地在手机还有 iPad 上面把任务写下来，然后任务会自动同步到手表上面，我可以排列各种任务的优先级，然后按照顺序来处理这些任务。至少我感觉有了这个 app 之后，搭配手表这种抬手立刻就能够看到所有信息的这个特性，我的工作效率我觉得是高了不少。苹果手表我觉得最大的短板是续航太短，晚上我都拿来充电了。其实我是挺希望这个手表有更长的续航，这样在晚上也可以用，可以监控一下我的睡眠，来做出一些改善。那我要讲的最后一个科技产品就是短距离通信设备。那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开车麻烦，走路又太远，那这种通信设备就会显得非常有用。那目前使用的设备是2个，小米平衡车，还有这个 Xway X1 的 Pro 滑板。那小米平衡车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，优点就是非常灵活，拍片子的时候加上一个稳定器，绝对是一个神器。但是缺点就是非常重，提着上楼梯的时候会显得非常累赘，很难受，而且速度也比较慢。至于 Xway 的话，过去我们有他们的第1代滑板，已经非常好了。但现在的 Pro 版本又更新了很多东西，续航从16公里增加到了25公里，最大速度增加到了45公里每小时。那这块板最近我一直在滑，相比上一代的话，我感觉刹车更灵敏，然后减震也更加好了，速度贼快，操控也很舒服。可能我要说的一点就是，玩这类滑板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要确认周边环境没有车，路面要平整，人要少，对滑板你也必须要很熟悉，那玩起来还是非常带劲的。对，所以这就是我目前经常使用的6大类科技产品。那我不知道这6大类科技产品各位用的是什么，欢迎列在评论区，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。
那我个人觉得我其实是很不忠于品牌的，只要一个产品好，我就会用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多多推荐，我可能就会买来试一试。再就是各位是否喜爱这一类不是超级深入，但是可以让各位比较完整的看到我使用的所有产品的这种视频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期我们做这个频道所常用的所有的影视设备。所以希望看到的话就点关注，然后再留个言。谢谢大家，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